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3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2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192.11，收盘价是188.13。那在盘中，它的最高价是在194.73，最低价是在187.28。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又重新回到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9518.74万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12 倍量增。KD 值快线的方向向水平方向发生转折，双线是继续上行，并且开口变小。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上行的走势在减弱。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开口略有增大，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2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反弹中出现了回档。收盘价又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下方，并且是跌破了前一日 K 线的最低。那当日的成交量呢，又是量增。那这些信息都预示着股价将会继续回档。那如果股价目前如果出现反弹，那么它的条件是收盘价要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并且上方要有新高的出现。好，这是我们对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2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继续反弹，我们给出了2个收盘价点位，一个是收在195，另外一个是收盘价在199附近。那另外一个可能呢，我们是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下，收盘价会在190附近。实际在2月12日收盘价是在188.13，那当日股价是出现了下跌。我们预测的横盘向下不仅和实际发生的这个收盘价点位不仅是点位相差较大，性质也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说，收盘价跌破5日均线值，并且又跌破了前低，成交量增，这是有进一步回档的表现。所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那对于2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95，就是跌破195，再次出现新低，那么继续维持目前的这个空头趋势，也就是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这是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下行的过程当中这个180我们认为仍然是一个重要标志，同时它也是强支撑。这是我们在2月份当月一直要关注的一个点位。好，那么175如果被跌破，那么下方接下来就是152，然后是下方的102，这是股价下行的3个目标。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我们刚刚说了，目前股价是出现了反弹中的回档。那如果回档成功继续上行的条件，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并且有新高的出现。那么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高196。同时，当日新生成的
20日均线值是到达了195附近，194附近。对，那么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我们还要关注一个现象，就是目前5日均线值是上穿了10日均线值。那么股价如果不出现比前一日 K 线更低的低点呢，那么我们认为股价还是很有可能继续反弹的，因为目前上方我们会看到20日均线值已经接近目前的这个股价的位置，所以说股价上行的目标是196，然后之前的压力就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195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都在这个位置。所以如果有多头力量的推动呢，那么股价出现一个回档之后呢，还是很有可能继续反转向上。但是我们说目前股价如果能够站上196实际上也就站上了20日均线值，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转为一个短期的多头趋势，对，会继续上行。好，那股价继续上行，200关口将会成为一个标志，也是一个强压力，然后上行，然后上方的第2个目标是241，第3个目标就是265。好，那这是我们对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一个说明。我们再来看对于2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位置是前一日这根小绿 K 线的最低，也就是说股价如果能够在它的上方运行会继续反弹，或者至少会横盘，出现横盘。但是呢，我们会看到股价是在盘中出现了在这个190下方运行，并且收盘价又跌破了5日均线值那我们2月13日盘中我们要给的一个关注的位置是在190，我们其实还是这条水平线这个位置。好，我们上移一点到190。190这个位置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中线，5日均线值是从188到191之间，对，或者是上限偏上一点。那么我们关注190的目的呢，就是股价如果在盘中能够重新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继续反弹。但是如果例如比如说股价是一个低开盘或者小幅的高开盘，然后在190这个地方遇到了压力而不能突破，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在这个地方出现一个大幅的下行的。所以在2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190。当然如果出现一个大幅的高开盘呢，那么我们说下方的5日均线值、10日均线值，包括前低，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观察位，还都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支撑，然后再有多头力量的介入呢，股价应该会有新高的出现。对，如果情况再好呢，那收盘价有可能会这一根 K 线就会重新站上20日均线值。对，好，这是我们这样的一个推演。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15%的多头仓位，我们分别是在1月29日收盘价192%5%进场，然后在2月10日的盘前和2月9日收盘价盘后，对，我们有10%的加仓，我们设定的点位是在194加仓。那这样一来，这15%的仓位的成本价是在193.33。那获利目标呢？我们一旦说我们出现了加仓呢，那一定是要做多的。那只要比193.3高的位置都是获利的目标。好，那么我们给的止损位是守170
174，守180，对。那么股价目前没有跌破180，对。这个15%的仓位是继续持有的。那我们之前还给到了，就是说如果在1月29日没有进场，而是在2月9日这个收盘价位置是初次5%建仓啊，那么止损是守5日均线值。那目前这个收盘价已经跌破了5日均线值，所以在这个位置5%入场的仓位呢，应该是即可出场的。对，好，那么我们继续描述之前的这15%的仓位。那这个仓位呢，到了2月12日收盘价在188.13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们是不可以加仓的，当然更不可以进场抢反弹，因为这些指标都预示着股价会有继续的回档。好，那么这15%的仓位到了2月13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依然是180，也就是股价的收盘价一旦跌破了这个位置，那么这个15%的仓位应该即刻出场。好，这是多头，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空头现在目标就是175，那么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是前高195，也就是守这个20日均线值。所以这个位置将会成为一个强压力，如果股价想继续反弹的话。好，那从195到200关口，这是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2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上方是20均线值前高包括196，我们给出一个范围，就是从194到196之间，这是第一个压力。那第二个压力呢，我们当然我们再来看啊，之前还有一个5日均线值，我们再重新描述一下啊。那第一个压力位呢，应该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188到191，在这个位置。对，好，那第二个压力位是前高195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194，在这个区域，这是第二个压力位。那第三个压力位呢是196，第四个压力位是200关口，当然上方我们再给出一个是218。那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位置密集的给出压力位的点位呢？因为每一个位置呢都是重要标志，例如第一个压力位是5日均线值，这是重要标志。站上5日均线值才能继续反弹。例如前一日 K 线的最高195和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这也是重要标志。然后前高196也是重要标志。所以虽然压力位相近，但是股价如果出现上行，那么在每一个压力位的区域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我们会把它分开来看。当然还有200关口。好，那么我们会把这个压力位在下方的说明当中写清楚。好，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前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是从187到188。第二个支撑就是180，第三个支撑是175。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2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给出第一个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
或者我们也可以称为叫在反转向上。虽然各项指标都预示着股价会有进一步回档的表现，但是呢，我们根据 K 线的计算呢，也不排除股价会出现反弹。对，我们判断继续反弹的重要的一个标志是，5日均线值这个上穿了10日均线值。对，所以这是我们基于这个判断来包括均线值的计算，我们推断第一个可能会反弹。如果出现反弹，那么股价将是高开盘，然后在盘中最低会回踩到188，最高上方会到达199，然后收盘会收在19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进一步回档。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90，最低下方会到达181。然后收盘会收在184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9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回档。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2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